瑞宝、辉宝不愧是亲姐妹俩，就连摔倒都如此稳固。现在瑞宝和辉宝由他们整的活儿，完全可以独自营业了。就算没有妈妈的陪伴，姐妹俩也能给来看大熊猫的游客带来欢乐。而爱宝这里，现在像是只起到了对姐妹俩的监督作用，现在完全已是和乐宝一样，过上了退休后的生活。今天姨姨来看瑞宝和辉宝时，刚好遇到了宋爷爷来园区放竹子。爷爷给瑞宝和一块大竹笋一起放在了小木床上，瑞宝顿感美滋滋，走上前换了个舒适的姿势开啃。不过此时的竹笋对瑞宝来说还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瑞宝卖尽全身力气，也没有对竹笋造成一点伤害，甚至此时连竹笋皮都剥不下来。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室外园区享受春天的美好。现在室外园区的小草越来越茂密了，这让室外园区不再是黄土高坡的情景，这样瑞宝和辉宝在室外打滚时地上会更柔软一些，因为室内园区已经给爱宝放置好了竹笋。很快爱宝的通道门便打开了，爱宝走回了家。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吃着竹子，乐宝今天又挑食了，每根竹子都只吃最新嫩的那一点。一会儿，饲养员姨姨来到园区给爱宝清理室外园区。这个姨姨是上次宋爷爷在视频中介绍的那位姨姨，看来两个爷爷现在都有意向培养新的接班人呀。等姨姨第二次排队回来时，爱宝不在了，瑞宝也不在了，小木床上的小熊变成了辉宝。辉宝抱着爷爷刚给的小苹果啃咬着，这小模样满是开心与享受。辉宝把小苹果放在嘴巴里嚼来嚼去，虽然现在还没办法直接品尝苹果的清脆，但是辉宝用小牙对苹果磨来磨去，也能感受到苹果汁带来的清甜。就这样，小苹果在辉宝肆意的咀嚼下变得面目全非，但辉宝吃的仍是津津有味，小嘴巴上还吃得湿乎乎的。宋三岁站在乐宝的手下面，手都拍红了。就这样，乐宝都没给宋三岁一丝薄面，何况宋三岁也不是空手来的，还给乐宝带了胡萝卜和窝头。宋三岁拍了半天，乐宝总算起身了，但乐宝似乎只是想站起来伸伸懒腰。乐宝给宋三岁拿捏完了，以前都以为福宝懂得如何拿捏爷爷，是因为福宝自己聪明，这下看来这一点也是从乐宝身上遗传过去的。乐宝这最近给宋三岁整的都焦虑了，让他去室外也不去，让他回家也不回。乐宝真的是太爱看木架了，根本不想下来。此时宋三岁心里肯定满是后悔了，以前都不敢和乐宝近身接触的宋三岁，为了乐宝能脱离开他的木架，宋三岁最近常常在危险边缘试探。不过宋三岁也是有脾气的，看乐宝不下来，自己也不会把零食留给乐宝，走时又将所有小零食都带走了。之后宋三岁又来到了自己刚为乐宝安装的玩具竹筒前，不过就连竹筒都不给宋三岁面子，差点砸到宋三岁的脑门。而下一秒，宋三岁前脚刚走，乐宝就从木架上下来了。虽然这时没有了小零食，但是宋三岁安装在上面的玩具并没有给取走。乐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先是给玩具打上了标记，防止宋三岁后悔再给自己抢走。此时下班的通道门已经开了很久了，但乐宝看到竹筒玩具后，又给回家的事情抛到了脑后。此时只听宋三岁呼喊乐宝，响彻了整个园区。最后让乐宝回家的不是别的，是因为乐宝觉得宋三岁的呼喊声太烦熊了。乐宝为了让自己清静些，走回了家。昨天宋爷爷一句让福宝放心，自己今年一定会去看他。福宝今天的状态都变好了，吃东西时有了胃口，青团产的也很顺利。早上时的福宝出门后，先是在草地上遛了遛弯，感受着清晨的气息。等身体舒展的差不多后，福宝来到了自己的小床上，开始自己的早餐时间。今天奶爸还给福宝在小床上放了一个皮球，用来给福宝玩耍。这时的福宝没有太想玩，也没有太想吃东西。福宝看了一下自己小床上的食物后，便趴下睡觉了。看样子福宝身体还是有些不适的反应。福宝趴了一会儿后，起来在园区稍微方便了一下，便回家去了。福宝回家的这个时间里，奶爸出来给福宝在小床上放了新的竹笋。福宝再次出来后，便直接惬意的开吃了。福宝对竹子没有胃口，但对于这美味的竹笋，则是一点也不想浪费。竹笋吃完，福宝也恢复了体力。福宝爬上了自己的独木桥，来到一旁的树杈上，开始给自己挠痒。这习惯和他老爹一模一样。福宝身后的这棵树都蹭掉皮了。挠完痒后，福宝坐在树杈中稍作休息了一下。福宝这假孕反应最近恢复得越来越好了，而且在这次路演中，江爷爷还不忘为我国基地辟谣，为福宝应援，以及圣谢阿姨也对福宝送来了祝福。相信福宝一定会顺利度过假孕期的。不知是不是感受到了爷爷们发自内心为自己的鼓励和祝福。福宝今天到了下午后，状态一直都很好，
很有活力，在园区转来转去，还时不时走到和和的墙前，问和和在干嘛呢？没有收到和和回复的福宝又来到了自己的小床上，继续吃自己的竹笋。只是今天福宝没有怎么吃竹子，不过好在基地竹笋的充足，足够福宝吃饱的。吃饱喝足后，福宝就继续睡觉。福宝就这样惬意的躺着，没有人过来打扰。现在爷爷真的是给瑞宝辉宝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爱宝和瑞宝辉宝都在内场。此时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和妈妈贴贴，而一旁的辉宝发现了，去往室外的通道门打开了。辉宝悄悄摸过去，打算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。辉宝来到通道门口后，便趴下开钻，拼了命的想要从这点缝隙里钻出去。现在的室外园区对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，而爷爷们因为姐妹俩太小，迟迟不肯让姐妹俩出去。就这样，每次瑞宝和辉宝看到通道门打开时，就急切的想要跟着妈妈出去。而这次辉宝看到通道门打开，也不想轻易放弃这次出去的机会。辉宝眼看自己钻不出去，于是来到了爷爷的门口。此时江爷爷正在看着那场。江爷爷的目的是让爱宝出来。辉宝将小手伸向窗户，示意门里面的爷爷给通道门再开大一点。辉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，给门里的姨姨都逗笑了。辉宝跟爷爷说完话后，转头查看爷爷有没有给自己开门。辉宝发现通道门口一点变化也没有，重新站起身来跟爷爷打招呼，让爷爷快点。辉宝要是能给门打开的话，早就进去给爷爷俩大嘴巴子，问爷爷是不是没拿自己当回事儿。而爱宝这里这时也发现了通道门口的动静，爱宝走了过去给辉宝赶走了。辉宝生气了，辉宝转头跑走，爬到了小树上，表示自己今天不让这俩老头多加上2个点的班，自己是不会下去的，谁来劝都不行。到我看到辉宝抢了瑞宝自己喜欢的江爷爷后，瑞宝为了不让宋爷爷感到尴尬，而选择不与妹妹逞强江爷爷，转头走向了宋爷爷时，我才明白为什么瑞宝这般讨人喜爱是有原因的。虽然瑞宝多数时间都是文文静静的，但瑞宝总是能看懂人的小心思和对方的尴尬。有时细想，瑞宝真的很像一个懂事的人类小孩。例如上周圣熙阿姨在拍摄每周视频时，圣熙阿姨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。就在姐妹俩都在忙于吃胡萝卜时，先是瑞宝发现了此时圣熙阿姨的不知所措，因为圣熙阿姨没有宋爷爷和江爷爷那样话很多，有的只是在姐妹俩身边默默看着。这时瑞宝看到了圣熙阿姨的尴尬，放下手中的胡萝卜陪圣熙阿姨玩耍，而且这也像是在给圣熙阿姨的视频提供素材。而在昨天圣熙阿姨来到园区打扫卫生时，以前一向调皮的辉宝在树上睡起了觉，而瑞宝看到圣熙阿姨又是一个人，于是便来到圣熙阿姨身边陪伴着圣熙阿姨。这也是为什么宋爷爷和江爷爷经常说福宝的到来给自己带来了很多，因为以前福宝也总是懂得人的小心思，明白爷爷此时情绪，懂得如何陪伴爷爷。或许生活中的有些幸福都是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。对于圈养动物而言，他们除了每天能够吃饱喝足以外，需要更多的是饲养员们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。因为在这硕大的园区里，只有他自己，这必然会感觉到无聊，所以饲养员陪伴他们玩耍打闹，这可以让圈养的动物不会那般无聊，带动他们的情绪，也可以预防他们出现刻板行为。而当爷爷和姨姨们有人陪时，瑞宝就又会恢复成乖巧可爱的模样，自己躺在小滑梯上看着爷爷和妹妹玩。而瑞宝这时也不会吃醋，不仅是瑞宝懂事，更是对爷爷有100%的信任。因为瑞宝知道爷爷在和妹妹玩耍的同时也不会冷落了自己，或许下一秒爷爷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。而爷爷们也正如瑞宝所想，姐妹俩轮流陪伴，保证给予姐妹俩的爱能够平等。